如果你有一堆哑铃的话，我教你怎么练小臂。第一个动作哑铃腕举，这个动作呢很好的练到小臂内侧的腕屈肌。第二个动作哑铃反向腕举，这个动作能练到小臂外侧，也就是背面的伸肌。第三个动作哑铃旋转，能旋转100次的话，你们都是勇士啊。第四个动作就是全眼向上的哑铃侧举，做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小臂放在长凳上，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固定。最后一个动作哑铃反向弯举，这是锻炼小臂功劳肌的最佳动作之一，一定要握在哑铃的底部，这样小臂肌群就会被迫去稳定哑铃，从而让它在整个动作中都处于高度激活的模式，尽可能的用力抓握，这样不只是功劳肌，整个小臂肌群都会得到大量的工作。这几个动作有用也不复杂，很简单，学会了没有？夏天炎热，像我特别容易出汗。如果你也不爱喝水，容易乏累，这个一口喝下去就感觉新鲜水果在嘴里爆汁。关键零卡的自律期也能放心喝，每次出汗都会流失营养元素。单纯的喝水并不是真正的解渴，尤其是体渴。它每条274毫克的电解质含量，每天1块多就能冲泡1000毫升的水，还有5种维生素和6种矿物质搭配，着重添加了100毫克的牛磺酸，特别适合出汗多运动中后补充。9.9就能喝1个星期，3种口味，好喝解渴又方便。真心建议夏天多备几盒，记得多补水。分享一下我平时自用的一些健身好物。第一款蛋白粉，不要错过它，健身前、健身后都可以吃。第二款我们的干泵，训练前15分钟吃，让你状态直接拉满。第三款就是我们的肌酸，训练前15分钟或者训练后搭上蛋白粉来1勺，提升力量，提升耐力。第四款电解质水 BCAA 的平替款。第五款，如果是想增肌的兄弟们，不要错过喝米糊。第六个就是我喜欢吃的一个坚果能量棒，这6款你们去试试看，真的对你们健身有帮助。爱健身的人都知道，每天1杯黑咖啡有多重要。喝过很多黑咖啡，但是喝过它之后，我一直都是回锅它。我常用的就是这2个口味，黑色包装就是添加了绿咖啡粉，主打的就是这个。黄色包装就是呢，你不是很想吃东西的时候，喝了可以顶半天。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都是进口的阿拉比卡咖啡豆。健身之前喝一袋，运动的感觉都不一样了。它每一包都是用独立包装的，每次带出门喝都非常方便，尤其是爱健身或者管理期的，直接闭眼冲。其实你们都不知道，我做自媒体已经失败了6次，你们相信吗？真的，其中有6次的团队来帮我运营我这个账号，但是失败了6次，这一次是第7次。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们分享我的故事。第一次的运营是做一个颜值账号，做穿搭账号，没有成功。那么第2次是做个人带货的频播，也没有成功。第3次是做冲哥力量塑形，可能你们都刷到过我的直播，在直播间教大家如何去健身，如何改变自己。因为带货产品的失误，我的直播间被封了1个月，所以就停播了。第4次是做短视频带货，因为一些违禁词的关系，我的账号也被封了1个月，前后封了2个月，当时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。第5次我想说，要不要我做一下余播，所以说后面大家看到我在做娱乐主播，甚至跟打 PK， 甚至在直播间跳舞，这些我都尝试过，通通都尝试过。如果你没有尝试，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东西。一路走过来，我发现了，就算你再优秀，你再努力，你不适合，一样是拿不到结果。我很喜欢的一句话，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，是未见之事的实底。什么意思？看到你才会相信，或者说你看不到才相信。信念是很重要的，坚持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也希望能够扎根在健身领域。在我的认知里面，我觉得赚钱永远是第2位的事情，第1位永远要做有价值的事情。那么当你在某个领域能够发光发亮，能够做有价值的事情，那么真的赚钱只是顺带的。希望我能够一直怀着一颗温柔、谦卑、感恩的心去做正确的事情。就可能有些人失败了2到3次，可能就已经放弃了。但是我失败了6次，我还是坚持在这个领域上面，希望得到大家的肯定、大家的支持。因为有你们，聪哥 Jack 才会越来越好。感谢有你们。如果你有一堆哑铃的话，我教你怎么练小臂。第一个动作哑铃腕举，这个动作呢很好的练到小臂内侧的腕屈肌。第二个动作哑铃反向腕举，这个动作能练到小臂外侧，也就是背面的伸肌。第三个动作哑铃旋转，能旋转100次的话，你们都是勇士啊。第四个动作就是全眼向上的哑铃侧举，做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小臂放在长凳上，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固定。最后一个动作哑铃反向弯举，这是锻炼小臂功劳肌的最佳动作之一，一定要握在哑铃的底部，这样小臂肌群就会被迫去稳定哑铃，从而让它在整个动作中都处于高度激活的模式，尽可能的用力抓握，这样不只是功劳肌，整个小臂肌群都会得到大量的工作。这几个动作有用也不复杂，很简单，学会了没有？
夏天炎热，像我特别容易出汗。如果你也不爱喝水，容易乏累，这个一口喝下去就感觉新鲜水果在嘴里爆汁。关键零卡的自律期也能放心喝，每次出汗都会流失营养元素。单纯的喝水并不是真正的解渴，尤其是体渴。它每条274毫克的电解质含量，每天1块多就能冲泡1000毫升的水，还有5种维生素和6种矿物质搭配，着重添加了100毫克的牛磺酸，特别适合出汗多运动中后补充。9.9就能喝1个星期，3种口味，好喝解渴又方便。真心建议夏天多备几盒，记得多补水。分享一下我平时自用的一些健身好物。第一款蛋白粉，不要错过它，健身前、健身后都可以吃。第二款我们的氮泵，训练前15分钟吃，让你状态直接拉满。第三款就是我们的肌酸，训练前15分钟或者训练后搭上蛋白粉来1勺，提升力量，提升耐力。第四款电解质水 BCAA 的平替款。第五款，如果是想增肌的兄弟们，不要错过喝米糊。第六个就是我喜欢吃的一个坚果能量棒，这6款你们去试试看，真的对你们健身有帮助。爱健身的人都知道，每天一杯黑咖啡有多重要。喝过很多黑咖啡，但是喝过它之后，我一直都是回购了它。我常用的就是这2个口味，黑色包装就是添加了绿咖啡粉，主打的就是这个。黄色包装就是呢，你不是很想吃东西的时候，喝了可以顶半天。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啊，都是进口的阿拉比卡咖啡豆。健身之前喝一袋，运动的感觉都不一样了。那每一包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，每次带出门喝都非常方便，尤其是爱健身或者管理期的，直接闭眼冲。如果你连一个引体都做不了的话，来，我教你2个办法。把龙门架2侧绳索的档位调到与宽同高，然后扣在一起，把重量调到你能拉6次的重量，然后依次递减重量，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徒手完成了。如果你去不了健身房，买个弹力带，从最初的开始，从背后绕着腋下往上走，绕一圈哦。动作也跟上面一样，可以依次递减弹力带的重量，千万别用脚踩着它，不然打到下面很疼的。练肩膀其实很简单，它有4个部分：前束、中束、后束，还有我们的斜方肌。如果你对哑铃的话，你这么练它就够了。来，站姿推举一个最重要的动作，记得不要把你的手打太开，这样对肩膀是有风险，也不高效。记得肩膀往内收一点，来往上推，对，这样很安全。接下来练中束啊，我们叫哑铃侧平举，要记得要把你的肩膀往下沉，往后去收。可以的话，身体略微往前去走，用你的肘部驱动你的肩膀往外去展。要记得我们的哑铃最高点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臂是与地面保持平行的，记得不要抬太高。对。平行就 OK 了。我们练后束的话，如果我们这么做，虎口朝前，效果不是特别好。试看把我们的虎口朝内对握的话，这么做啊，不一样的泵感。斜方肌其实也是背的一部分啊，我一般都会放在练肩的最后去练。来，记得把哑铃往前放一点，来承接，喏。所以4个动作，前、中、后，斜方肌绝对够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教大家怎么做 hip straight， 就是我们的臀桥。来，如果把我们的腿放在踏板以下的时候，那么小腿跟我们的身体是成90度，那么基本上100%的力量都能够集中在我们的臀大肌练屁股。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脚放在踏板以上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力量基本上集中在我们的大腿后侧的腘绳肌，那么就要看你到底是练屁股还是练大腿后侧。但是无论你把你的脚放在哪里，始终记住一点，就是你的臀部不要抬得太高，否则你的腰很容易受伤，明白了吗？学会了没有？